快来看一下厨房的油烟机着火了，用灭火器灭的火。再去看一下油烟机，油烟机拆下来了，看一下怎么着的火。客户说油烟机里面砰的一声，然后就跳闸了，然后就着起火来了。这线都烧什么样了？看一下，呀，你看这个线烧的，线都烧的漏铜丝了，铜丝短路导致的跳闸。但是仔细一看，它这个地线烧秃噜皮了，在这个位置地线烧秃噜皮了。通过现象来分析原因，地线烧秃噜皮应该是地线发热，地线发热是地线有电流，电流大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油烟机漏电电流大，也会造成地线发热。但是除了油烟机漏电，还有其他原因吗？或者说有别的电流通过它的地线对地放电，对外壳放电。这个外壳是挂在墙上的，如果是墙是接地的话，也有可能。现在就这种现象没法分析什么原因造成的，还得去屋里看一下。先看一下这个插座，拿出我的测点笔，要测一下电压。我是直接先测量插座的地线电压，看看地线带不带电，0伏还不带电，火线带电正常，线接的也都没错。现在是测哪好就不太好找原因，像这种测哪正常都不太好分析原因。正当我迷惑的时候，他们说厨房的燃气热水器也出现过地线发热的情况，几个月以前出现过一次，插上插头掐的地线带电电流40多安，线都发烫了，怀疑是有电对天然气管道放电。当然现在测没有，现在都正常。因为地线带电，他们把地线给掐了，结果今天又发生了油烟机着火。所以它这个很蹊跷，都是厨房电器。看一下出风管道，他们说这是火烧的熏的，它的吊顶是铝扣板，金属的，用电笔一测，上面带了14伏的电压。这个电压是从哪来的呢？这又说明什么呢？这么个小电压不至于对油烟机外壳放电，对地线放电，烧地线。虽然它的管道是导电的，铝箔。现在就是不断的怀疑原因，怀疑这个怀疑那个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。油烟机管道连着吊顶，吊顶是金属的，然后那里还有燃气热水器管道，但是测量燃气热水器它的金属它是不带电的，和吊顶没有连接。那管道上天棚这个14伏的电是从哪来的呢？我测的这个通风管铝箔的钢圈上是有电，然后吊顶这个铝扣板上也带电，吊顶上面的吊筋上也带电，怀疑是楼上的电漏电。这个好办，只需要拉掉他们家的电闸就可以了，直接拉掉灯电路的电闸，看一下。断照明以后没了。那这个吊筋是不是打到灯线了呢？其实不是的，它这个灯是 LED 灯， LED 灯外壳都带一个感应电，它对这个吊顶在放电，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。单独关掉厨房的灯，这个电就没了。像这种情况，如果吊筋这个吊顶接地好的话，这个电也会放掉的，但是它这个接地不是太好，所以这个灯上的感应电没对地放掉。我觉得可以排除是灯电路的原因导致的烧油烟机。所以我在想，几个月以前这个燃气热水器地线发热的现象，是不是也是地线不好，或者是地线对燃气管道放电导致的呢？和今天烧那个油烟机有关系吗？然后当时时间持续很短，他们说呜呜的声音，然后马上就拔下来了，发现地线都变软了。把地线掐了以后，再也没出现这样的现象。还有，如果是怀疑油烟机打到线了，没有，它没有，里面没有线，所以在表面上没发现有什么问题。最后再去看一下他家里的配电箱，配电箱有空开有漏保，有漏保，也就是说电器如果有漏电，接地足够好，那它就会跳漏保。配电箱打开了，看一下它的接线
零线、火线、地线都有。这个配电箱你们拆开过吗？拆开过，当时在这测电压来的。测电压动过别的吗？没动过别的，接线都没有。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，就是他后来就是空调那个厂家来动它，不是厂家，就是那个我们测的时候说是这个地线和零线接反了呗。房主说头几年空调是好使的，但突然有一天不好使了，是自从掐断这个燃气热水器地线以后，它发热嘛，所以掐断了，然后空调就不好使了。然后修空调的师傅把零线和地线导一下，空调就正常了。这段时间空调是拉下来的，也没用。哎，它这个地线没往上压，他们说好像是说了什么地线打火，反正现在谁也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它这个地线为什么没压上呢？测量地线不带电，测量这个地线也不带电，因为很多电器都已经拔掉了。他们说空调的地线导过以后，空调是好使的，然后这段时间这个闸好像都没送电，为什么又出现了油烟机着火的现象呢？很蹊跷。这些电压他们都测过了，很正常，零火电压、零地电压、火地电压都是正常范围之内，都很好。这个时候我突然想，你看啊，做水电的师傅能把零地线给它接混喽，再看它这个主线，3根线的颜色一样，它会不会也会接错呢？把零地线接反呢？接错的可能性有吗？现在只是假设，有没有必要去看一下呢？那还是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地线，去楼下的电表箱看一下。大晚上的还得麻烦物业的师傅看一下下边电表箱电闸的位置接的，是这种电缆线。他们家里边却是3根一样的线，这是后来改过的线路啊。那就把零火线拆掉一根零线，零线带感应电70多伏。现在再去家里测量，这个线带70多伏，那不正常。应该说拆掉零线，他们家的电路都没有电呀，用不了电。这根线还带了个13伏的电压，但是用万用表测量，它的电压还是有的，220伏。你看他们家的灯还正常亮，所以现在的零火线其实是火线和地线的电压，它的零线和地线是接反的，这个才是零线，它做了接地，接着了地线排。再确定一下，我掐的它的地线的电流6安多，是因为它插了一个烧水壶，所以说它接错线了，确定是接错线了。这样我就把零线和地线给它导一下。以前我修过零线和地线接反的现象，有的都用了很多年，结果后来不断的烧东西，才发现零线和地线接反了。好了，导过来了，这样测量电压都是正常的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导了线之后，发现他们家的灯都比以前亮了很多，但是线路接错导致的烧油烟机吗？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，但是零地接反会对电器是有影响的，有的会烧坏电器，所以它这个故障我也只能检测到这里了。水平有限，还请各位多多指点。我先撤了，大半夜的赶紧回家。哎呦，中了个大奖！这些插座用的好好的，突然就没电了，这么神奇吗？房主也是第一时间找来师傅，打开插座，打开配电箱，检查电路，没发现问题。昨天他们都测了不是？都打开了那样？他把这个打开了吗？昨天测了啊，都测了啊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感觉这个故障不好找，但是我还得打开配电箱测一测。是物业的。好。还有电呢。对。哦，这就不正常。这个就不正常。不正常。都糊了。上面都糊了。那就短路了。又有问题，能给你全断电吗？可以。哎呦，奔不下来了，奔不下来了，这是又烧坏了。那还有开关问题。哎呀，糊了，老头
可能眼神不好使吧。那是真的。然后就是他就这么看了一眼，他照都没带照的。哦，就是很明显是这个端子机根本没压，造成了虚接发热。这已经不是1天2天了，这是当时压电闸的师傅没注意，没压上，就虚接就是没压紧导致的。呀，妈呀！我在讲，这个糊味儿没有闻到。你们应该早就闻到了，但是这个味儿和别的味儿不一样。开着窗户也不是很明显。这可能很早了，这个是，可能我记得有一段时间，那啥。这样只需要换一个新的漏保就可以了，接上线，直接并了2根线，这样就好了。为了避免虚接，我一般都是用尖锐钳往上拽一拽，看有没有松动的，扣上保护罩。用电笔测，正常是火线是有电的，零线是零伏不带电的。刚才测的零火线都带电，现在好了，火线带电，零线零伏，正常。再试一下电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没想到这么简单，这要感谢前面的师傅让我捡了个漏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